和大咖司机联合冠名播出的非黑粉会谈，我是会长水水。我们的宗旨是非黑非狠，不针对某一家，而是对所有产品的评价有表扬有 diss， 全部从体验角度出发，言论只代表个人意见，结论也仅供大家参考。今天我们请来了4款国产旗舰 Pro 版的用户，他们将分享自己对使用 OPPO Find S9 Pro、vivo S300 Pro、小米17 Pro Max 和荣耀 Magic 8 Pro 的感受。那么先来看第一个话题，旗舰外观设计应该每代推陈出新，还是沿用家族式经典设计？想要消费者印象深刻，肯定要沿用家族设计啊！好看的设计多用几代又何妨？随便找个路人0秒都能认出是哪个品牌的旗舰机啊！哎，叔，你看这个手机是哪个品牌的？这不黄。我也觉得奥利奥看着更大气，要在设计上花功夫的话，就算 Deco 不变，也可以打磨质感和颜色啊。我是觉得外观设计啊，每代大变都无所谓啊，辨识度够高就不怕大家认不出来。比如我这台小米17 Pro Max 的背屏，在路上回头率就超级高啊。人家会不会是想打你呢？我觉得奥利奥虽然大气，还能强调影像方面的堆量，但手机设计最关键的还是要弄好握持手感吧。这一代 OPPO Find X9 Pro 把 Deco 挪掉一角就不错，横我也不割手了。你们3台还是容易碰到镜头吧？但你这个哈苏标加个圈，总觉得跟海底捞有一腿啊。你真是饿了！而且那阿角啊，我坐这里都闻到苹果味耶！闭嘴吧！你们米为了对标 iPhone 都起出36G 了。好，Law and Peace， 外观设计这种事还是交给绅士们投票吧。说到底，外观设计上的问题可以带套优化，但交互最频繁的屏幕那就不能将就了。这次的4台旗舰都是 1.5K 屏，所谓无 2K 不旗舰都成了浮云。小米用上超级像素，虽然媲美 2K， 但也不能直接画等号。我倒是好奇，4大旗舰里除了荣耀 Magic 8 Pro， 其他3台都是直面屏。那直屏和曲屏会影响你们选购吗？综合省电和显示素质考虑，感觉 1.5K 也够用了。何况我这台 X300 Pro 电池本来就小些，至于直屏曲屏我倒是没什么所谓。我是更喜欢微曲屏的，看起来和直屏区别不大，但又比直屏更有高级感，握着更圆润。我是更喜欢直屏的，因为我爱打机，怕误触，也有点介意边缘会偏色。误触和偏色，我觉得近几年的微曲屏已经很少出现了，主要是之前用过的曲屏手机摔碎了换屏柜，我的玻璃心伤不起。那看来曲屏在很多消费者眼里还是有点为了面子丢了里子。虽然我感觉等身4曲屏已经在手感和观感上找了个不错的平衡点，但看今年各家大厂的旗舰风向还是转向了直屏。一个是考虑到解决误触、维修成本这些用户痛点，第二个应该就是因为曲面屏本身因为工艺更复杂，良品率相对直屏更低，让生产成本变高。这趋势明年还能不能看到曲屏旗舰就难说了。不过说到底，屏幕的观感要相信你的眼睛就是尺，不要被网上风向带偏，线下亲验体验才真靠谱。国产屏幕这几年进步飞快，今年这4台的屏幕都来自不同供应商，手机厂商们显然在给国产屏幕提供更多机会，雨露均沾，避免一家独大。所以无论是京东方、华星还是天马和维信诺，大家都在稳步迭代升级。当然，我们这里也有一些可以参考的真机实测数据。全屏白底手动亮度从高到低依次是荣耀、vivo、OPPO、小米。小米这一代的阳光模式有了变化，改为了强光激发。不过激发后跟其他几款手机还有不小差距 ，OPPO 和荣耀差不多 ，vivo 激发亮度最激进。我觉得小米的阳光模式啊一直很诡异，以前开了之后自动亮度就用不了了，现在开了阳光模式也能激发亮度。你说它进步吧，但是手动最高亮度却没变化，很奇怪啊。就是，我觉得阳光模式下就应该手动和激发都变得更高才对。确实有道理，而且它的 AOD 调光也不太积极。不过这个功能基本都在室内放置的时候用，4台手机可读性都在线。
那我们再来看看夜猫子最关心的暗光场景表现。4台手机都支持最低1尼特显示，不过低亮度下调光策略有区别，比如小米和 vivo 是全亮度 DC 调光，荣耀和 OPPO 都是高频 PWM 加内 DC， 这都要看你个人对频闪的敏感度。说到屏幕，就顺便来讲讲解锁。这4台手机都用上了 3D 超声波指纹，不过荣耀 Magic 8 Pro 有国产手机里唯二的 3D 人脸识别。别说了，咒怨。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先休息一下，稍后马上来看性能方面的话题。现在插播一条紧急通知，有工人在工地挖到一件不明物体，相关专家已到现场进行勘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欢迎回来，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来自我们观众的投稿。目前处理器天玑和骁龙的差距大吗？买手机需不需要挑处理器平台呢？我是用惯了骁龙的那波人了，这没啥好说的。我是觉得这个问题没办法直接去肯定或者否定一个品牌，得看具体的芯片。而且哪怕是同一块芯片，不同厂商调教也有区别。蓝厂配天玑不就越用越牛批吗？甚至落实到不同型号定位的手机也有不同的调度策略。那直接来看看节目前通过性能狗进行的游戏实测好了。星穹铁道跑图半小时，性能狗显示平均帧由高到低依次是荣耀 Magic 8 Pro、小米17 Pro Max、vivo S300 Pro、OPPO Find S9 Pro。那是不是就说明第5代骁龙8至尊版比天玑9500厉害呢？那倒未必，因为到了原神，帧率由高到低又变成了 vivo、OPPO、荣耀、小米。不过情况相同的是，2次游戏测试机身最高温度从低到高都是 OPPO、小米、荣耀、vivo。X300 Pro 这次的调度确实跟它的标准版一样激进，温度强射得高，星铁功耗跑到7瓦，机身挺热帧率也有点波动，不过画面观感其实还是流畅的。我这边同样是天玑9500的 Find X9 Pro， 明显是保守策略，比起放开来跑的更注重温度控制，机身也就边框稍微有点热，功耗也没有很高，平均帧率在中间水平，主打就是一个不激进但稳定啊。都说这一代骁龙 CPU 强，天玑 GPU 强，但说到底，对普通用户感知不到区别吧。再加上不同品牌会针对不同游戏进行优化，所以性能确实很大程度上要看品牌的调度和手机的散热能力。如果没有平台偏好的话，天玑和骁龙其实已经打得有来有回，大家选购的时候不需要去太纠结，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其他配置上，比如电池。除了 vivo S300 Pro 只有6510毫安时之外，其他3台都上了7000毫安时。那像崩铁这种较高负载的游戏，再加上激进的调度 ，vivo S300 Pro 耗电就有点多了，其他3台都相差无几。不过回到比较游刃有余的场景，除了电池最大而且调度保守的 OPPO 续航比较突出，其他3台都不相上下，目前使用都是没什么续航焦虑的。至于充电速度，最快充满的是电池最大但同时有100瓦快充的小米17 Pro Max， 荣耀和 vivo 耗时不相上下 ，OPPO 花了61分钟。所以说续航很顶啊，但是要花1小时充电，我觉得还是差点意思啊。不过日航其实还好，半个小时能充63%，也能用好一会啦。那接下来我们也休息一会儿充充电，稍后回来进入最后的影像环节。为什么追我？我要一键30啊！黑丝科技这种又有趣又有美女的节目，包点赞的呀！最后又到了聊影像的环节，其实这个档次的旗舰机解析力之类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主要区别还是影调。今天呢，比起逐张分析有限场景拍的样张，我更想听听大家的日常使用感受。在绅士们直观对比样张的同时，我们一起来聊聊这几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一些印象深刻的点或者不足。那我先说说我的小米17 Pro Max 吧，大部分场景下都没毛病啊，高对比的影调我个人是很喜欢的。我拍景色比较多，它成片一眼看上去就很有质感，适合情绪表达，主摄动态范围挺强的。目前用下来，我最不习惯的地方是长焦，一下子就到了5倍了，中间焦段的缺失挺不方便的，很多时候外出拍照都没有那么方便走位啊，取景难拿捏，超广角啊也不够广啊。所以就是硬件堆料在实用性上还是有蛮大进步空间的。
会不会是想把真功夫都使在 Ultra 上呢？加强一些定位的区分呢？我这台 OPPO Find X9 Pro 的白平衡还有对不同环境的光源色温识别挺稳定的，弹匣镜头确实有作用，尤其是大面积单色的情况下，这些天使用下来没什么特别不顺手的地方。软硬件是均衡的，默认影调指数属于平时记录在略微偏向讨喜的那个范围。4K 60帧的视频也是测光稳定，动态范围不错，但录久了屏幕会降点亮度。续航优先的策略其实没啥毛病，就是在强光户外可能有点影响取景欲了。我这台 vivo X300 Pro 的影像堆料主摄跟它的 Find X9 Pro 是一样的，主要是潜望长焦上的区别。整体来看，夜景蛮惊喜的，很少有明显的眩光和鬼影。算法上噪点控制也真的很强，就是锐化和调色会有点重，毕竟是朋友圈战神嘛。乍眼一看吸睛，放大可能会略微失真，其他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了。影像表现确实不错，拍人像我女朋友挺满意的。那在影像方面 ，OV 都是软硬件比较均衡的选手了。论长焦，我觉得我这台荣耀跟他们 OV 是坐一桌的 ，HPB、HP9、HP5 都是差不多水平。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大光比场景的长焦成片有时候高光部分没有处理好，缺少了些层次感。三色白平衡有时候也不太一致。不过这些算法方面的问题倒是好解决。这一代的 AI 痕迹已经弱很多了，是听劝的。我个人观感上是，荣耀拍景物的话，没有它雅库人像表达的情绪那么浓烈，比较中规中矩，真实还原和加强美化的偏向大概在 OV 中间的位置。你们怎么不说人像？是因为没有女朋友吗？不会问问题是吧？不会问问题。之前我们已经进行过4大旗舰比较详细的户外人像体验，感兴趣的绅士可以去补档哈。再来看看近些年比较火的 Live Photo， 对，确实越来越多人在玩了。主要是支持发布分享的平台越来越多，而且 Live Photo 本来就是兼顾静态图的清晰和视频的信息量，比如这样。你这房子5000万，你是全款啊？你家的花园太大了吧？哇，这法拉利你呢？这种还要找朋友演，发出来有啥意思？我没有在演啊。行了，你们都玩不起，那就来看正经对比吧。OV 的封面帧和视频效果是比较统一的，而荣耀和小米的视频部分 HDR 效果就没封面帧到位了。最后就是总结时间啦。综合今天大家的分享，我感觉这4台手机在日常使用方面其实没有明显差距，因为大品牌旗舰 Pro 版配置上基本都选到顶了。而且参数一拉表是有不少不同，但这个价格、这个定位的手机，有很大一部分是线下渠道卖出的，对大家选购影响更大的应该是上手的第一感觉和一些能快速抓住消费者眼球的差异化。大家听听看，这些差异有没有抓住你的胃口？那些不足之处有没有影响你的体验？应该就能得出真正适合自己的答案啦。比如 vivo X300 Pro 这边，对于经常看演唱会的朋友来说，能加装增距镜就是它最特别的地方了。对于喜欢拍人像、偏好白皙精致肤感的姐妹来说，也算得上是有口皆碑了。它的电池虽然比其他3台小，但实际续航测试并没有拉开太大差距，充电耗时也比较适中。天玑9500配合 Orange OS 是很流畅丝滑的，屏幕在不同场合也是游刃有余，就是性能释放和标准版一样激进，所以玩重度负载游戏会出现机身发热，影响握持体验的。我这个Find X9 Pro 嘛，配上乍眼一看没什么很独特新奇的玩意儿，但均衡水桶机说不定更容易俘获线下购机的用户哦。确实，从不少方面都能感受到它将用户的舒适体验放在了优先级较高的位置。没错，就比如不再硌手指的相机 Deco 和让横握更加舒服的阿角。平时玩游戏机身也没怎么烫手过，老实说，我觉得这块天马屏素质不错啦。这一代 AOD 也跟上了。ColorOS 就更不用说了，一直是 OPPO 的加分项。影像方面，原色镜头的加入和比较克制的算法，让成片对色彩和光影的还原都挺精准耐看的。面对不同的场景，有更高的宽容度。大天局续航确实很顶，就这充电速度比较佛系，黑厂的快充实力不可能只有这样的水平。希望下一代给点力啊！我这台小米17 Pro Max 最容易吸引用户的地方，肯定就是它的背屏了。在一眼看到头的旗舰机配置里面，有新鲜感的东西更容易刺激大家冲动消费。而且这块背屏的素质确实不错，除了拍照预览、显示二维码之类的便捷实用功能，用来当痛机老二次元也是完全没有抵抗力。至于核心使用体验，第5代骁龙8至尊版实力没有毛病。大电
电池和快充的配合也比较令人满意，这块超级像素屏幕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功耗，但不足也有啦，比如摄像头部分比较容易击亏，阳光模式这一代也没调成大家都喜欢的样子，中间焦段的缺失令人挠头。如果你对等身四曲屏情有独钟，喜欢更圆润的握持手感，又喜欢 3D 人脸识别，就可以考虑一下荣耀 Magic 8 Pro 了。除了上面的几个特点，剩下的就是稳，综合硬件堆得很水桶，基本上找不到短板，用着踏实没啥焦虑。影像方面，尤其是长焦画质呢，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说实话，手机作为天天用的工具，稳可能听起来不太惊艳，但用久了就会发现这有多重要了。加上这次 Magic 8 Pro 在影像堆料、手感优化和续航表现上确实做得挺到位的，也是台让人很省心的水桶机，希望能继续打磨优化影像算法啦。好了，本期非黑粉会谈2025下半年4大旗舰横屏就到这里，感谢绅士们能看到最后，我们下期再见。